凌晨3点，城市的霓虹依然闪烁。Sarah 站在公寓的落地窗前，望着楼下来往的车流。这是她这周第3个无法入眠的夜晚。作为一家科技公司的项目经理，她事业上算得上成功稳定的收入，体面的职位，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。但为什么内心始终萦绕着一种无法名状的空虚？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我到底怎么了？这个问题在他心中不断回响。白天的他依然在会议室里侃侃而谈，处理来自各方的项目压力，但夜深人静时，那种莫名的焦躁和失落感却愈发强烈。他开始质疑自己追逐了多年的目标是否真的有意义，那些曾经让他兴奋的成就，现在却带来一种深深的疲惫。Sarah 的故事并非个例，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似乎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和机遇，但内心的迷失感却在不断加剧。社交媒体上的完美人设，职场上永无止境的竞争，生活中层出不穷的焦虑，这些都在无形中侵蚀着现代人的心灵。统计显示，全球抑郁症患者在过去10年增长了近50%。更多的人开始寻求心理咨询，但他们描述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心理问题，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存在危机。我觉得自己活得不真实，生活似乎失去了意义，好像被困在一个看不见的牢笼里。这种普遍存在的心灵危机，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信号，我们的灵魂在呼唤一场觉醒。就像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太久，开始渴望光明，或是在喧嚣中沉浸太深，开始向往宁静。这不是病态，而是一种自然的生命召唤。回到 Sarah 的故事，就在她几乎要崩溃的时候，一次偶然的冥想体验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。那是她第一次真正地停下来，直面内心的声音。在20分钟的静坐中，她忽然意识到，这些年来困扰她的并非外在的压力，而是内在的迷失。她一直在追逐别人眼中的成功，却忽视了自己灵魂真正的渴望。灵性觉醒这个词常常被误解为某种神秘的宗教体验或超自然现象，但实际上，它是每个人都可能经历的一次深刻的内在觉醒过程。简单来说，它是一种从睡梦中醒来的体验。这个睡梦指的是我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模式、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。想象一下，你从小生活在一个没有镜子的房间里，某一天，你突然看到了自己的倒影，这种震撼和领悟，就类似于灵性觉醒带来的体验。你开始看到真实的自己，而不仅仅是别人眼中的你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灵性觉醒与宗教信仰没有必然联系。无论是无神论者还是虔诚的信徒，都可能经历这样的觉醒过程。它更像是一种意识的拓展和深化，让我们能够突破既有的认知局限，看到生命更多的可能性。许多人担心，这种觉醒是否意味着要放弃现实生活？答案是否定的。恰恰相反，真正的灵性觉醒会让我们更好地应对现实。就像一个人学会了游泳，不是为了永远生活在水里，而是为了在需要的时候能够自如地畅游。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也常常被人误解。灵性觉醒不是逃避心理问题的捷径，而是与心理健康相辅相成的过程。它能帮助我们建立更健康的自我认知，发展更强大的内在力量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取代专业的心理咨询或医疗帮助。在现代科学研究中，已经有不少证据表明灵性觉醒带来的正面影响。
例如，通过脑电波研究发现，长期进行冥想的人在面对压力时，能够保持更稳定的大脑活动模式。这说明灵性实践不仅仅是主观体验，也有其客观的生理基础。重要的是要明白，灵性觉醒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而不是一蹴而就的改变。就像春天的花朵，需要经过漫长的孕育才能绽放。每个人的觉醒之路都是独特的，没有标准的模式可循。有人可能通过冥想开启这个旅程，有人则可能在大自然中获得启发，还有人可能在生活的困境中被迫觉醒。这是一段探索真实自我的旅程，一次回归生命本质的冒险。它不是要改变你是谁，而是要帮助你发现你本来的样子。就像云开见月，月亮一直都在那里，只是被云遮蔽了而已。在灵性觉醒的探索领域中，朵洛丽丝·坎南的贡献独树一帜。这位出生于1931年的美国女性，原本只是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，却在人生的后半段开创了一种独特的催眠疗愈方法，被称为量子疗愈催眠技术。她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灵性觉醒的大门向每个真诚寻求的人敞开，不分年龄，不分背景。坎南的觉醒之旅始于1960年代。最初，她只是为了帮助丈夫进行一些基础的催眠实验。然而，在一次意外的深度催眠会谈中，她发现来访者能够接触到远超个人记忆的信息领域。这个发现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。在随后的50多年里，她走访世界各地，记录了数千个案例，这些经历最终凝结成了她对灵性觉醒的深刻洞见。坎南的核心观点是，我们每个人都带着特定的使命来到这个世界，而灵性觉醒就是重新发现这个使命的过程。他认为，当代人的诸多困扰，无论是身体疾病还是心理问题，往往源于与自己的灵性使命脱节。这种观点为现代人的心灵困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。在他数十年的实践中，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：当人们进入深层意识状态时，往往能接触到一种被他称为源头智慧的信息场。这个发现特别引人深思，因为它暗示着每个人内在都蕴含着远超日常认知的智慧潜能。坎南的方法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意义，在于他将古老的灵性智慧与现代科学思维巧妙地结合起来。他不要求人们放弃理性思考，而是鼓励将理性与直觉智慧结合，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平衡点。比如，他建议人们在做重要决定时，既要考虑实际因素，也要倾听内心的指引。对于现代人而言，坎南的实践方法提供了几个重要的启示。首先，觉醒不需要远离现实生活，相反，日常生活中的每个时刻都可能成为觉醒的契机。一次深呼吸，一段静坐，甚至是堵车时的等待，都可能成为与内在智慧对话的机会。其次，身体的信号值得关注。坎南发现，很多身体不适其实是内在觉醒的信号。当我们学会倾听身体的语言，就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灵性需求。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坎南强调觉醒是一个个人化的过程，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，每个人都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径。这种观点特别适合现代社会的多元化特征，让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探索觉醒之路。在这个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，坎南的教导提醒我们，真正的满足感来自于与内在智慧的连接，而这种连接是每个人都能够实现的。他
它的遗产不仅仅是一套技术或理论，更是一种希望的讯息。无论你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，觉醒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。让我们深入探讨这14个灵性觉醒的关键征兆。意识的提升。在一个繁忙的周五下午，市场分析师 Lisa 突然注意到了办公室窗外的一片枫叶，那鲜艳的红色仿佛第一次映入她的眼帘。这种意识的提升来得如此自然，却又如此深刻。意识提升往往始于这样的小细节：阳光透过云层的样子变得格外清晰，街边小狗的叫声突然充满韵律，甚至连空气的流动都能感受得异常真切。这不仅仅是感官的敏锐，更是一种认知层面的跃升。就像突然为电影加上了高清画质，世界的每个细节都变得栩栩如生。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开始注意到事物间微妙的联系，一个陌生人的微笑可能触动内心深处的温暖，一片落叶的飘落可能让你感悟生命的韵律。这种意识的提升不是刻意追求的结果，而是自然而然的觉醒过程。它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，就像戴上了一副全新的眼镜，不仅看得更清楚，更看到了以前从未注意的维度。这种体验可能会让人感到些许不安，毕竟我们习惯了就有的认知方式。但正是这种不安，预示着意识正在突破固有的界限，迈向更广阔的认知领域。情绪波动，这几个月简直像坐过山车。心理咨询师 Jane 经常听到来访者这样形容他们的情绪状态：灵性觉醒期间的情绪波动往往来得强烈而难以预料。一会儿可能充满对生命的热爱和感激，下一刻却可能陷入莫名的悲伤或空虚。这种情绪的起伏不是心理疾病的表现，而是内在进化的必经阶段。想象一下，你的内在就像一个尘封已久的房间，灵性觉醒就是打开窗户让阳光照进来的过程。当光线照射进来时，所有藏匿的灰尘都会显现出来，那些被压抑的情绪、未处理的创伤、深藏的恐惧都会浮出水面。这个过程可能会让人感到不适，但这正是进化的开始。关键在于学会与这些情绪共处，而不是试图压抑或逃避。就像经历暴风雨的大海，表面上波涛汹涌，深处却依然平静。这些情绪波动实际上在帮助我们释放旧有的能量模式，为新的觉知层面腾出空间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些波动会逐渐平息，留下的是更深层的平和与智慧。生命意义的追寻。在一个深夜，成功的企业家 Michael 坐在豪华公寓的露台上，望着城市的灯火，突然问自己，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？这个问题像一块石头，重重地砸入他平静的内心湖面。这种对生命意义的深度追问，是灵性觉醒过程中的重要标志。这不再是简单的职业规划或生活目标的思考，而是对存在本质的探寻。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？生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？这些问题开始主导我们的思维，让我们无法继续满足于表面的成功或物质的满足。这种追寻可能会让人感到不安，因为它动摇了我们长期以来建立的价值体系。然而，正是这种深层的探索，让我们开始寻找超越物质层面的答案。我们可能开始关注内在的成长，而不仅仅是外在的成就。这个过程就像剥洋葱一样，层层深入，每一层都带来新的领悟和问题。这种追寻不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，而是一个不断展开的探索过程，引导我们走向更深层的自我认知。顿悟时刻。
有时候，真相就像一道闪电，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照亮整个天空。市场调研员 Tom 永远记得那个普通的下午，当他看着儿子在公园里追逐蝴蝶时，一个深刻的领悟突然降临：生命的美好不在于追逐目标，而在于当下的体验本身。这种顿悟来得突然，却带来深远的影响。顿悟时刻往往发生在最意想不到的场合，等红灯时、洗碗时，或是凝视窗外发呆时。这些时刻带来的不仅是质性的理解，更是一种全方位的觉知。就像多年困扰的难题突然找到答案，或是纷乱的拼图突然完整地展现出来。这种体验往往伴随着强烈的啊哈感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那一刻重新排列组合。这些顿悟不是通过逻辑推理得来的结论，而是一种直接的整体的理解。它们可能颠覆我们长期以来的认知，带来全新的视角。有趣的是，这些顿悟往往无法用语言完全表达，就像尝到一个新的味道，只有经历者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深意。同理心增强。教师 Emma 注意到自己最近变得异常敏感，不仅能感受到学生们明显的情绪变化，甚至能察觉到他们未说出口的困扰。这种同理心的增强不仅体现在对他人情绪的感知上，更延伸到对所有生命的深刻理解和关怀。这种增强的同理心让我们能够真正地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，不再仅仅是理性的理解，而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他人的喜怒哀乐。这可能会让人感到一时难以承受，因为突然间他人的痛苦仿佛变成了自己的痛苦。然而，这种能力的增强实际上是一份礼物，它让我们能够建立更深层的人际连结。关键在于学会平衡这种敏感度，既能够感同身受，又不会被他人的情绪完全吞没。这就像学会在汪洋大海中游泳，既能感受水流的力量，又能保持自己的方向。这种平衡的达成，标志着同理心的真正成熟。内在和平的渴望。广告总监 Alex 以前总是追求刺激和变化，但最近他发现自己越来越渴望宁静。这种对内在和平的渴望，不是对生活的逃避，而是一种更深层的生命呼唤。它像一股温柔但坚定的力量，引导我们远离无谓的纷扰，走向内心的宁静。这种渴望可能表现为对独处时光的珍惜，对冥想的兴趣，或是简单的希望生活节奏能够慢下来。这不意味着要放弃现有的生活方式，而是在忙碌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宁静空间。就像在喧嚣的城市中开辟一个私密的花园，在那里我们能够真正地遇见自己。这种对和平的追求往往伴随着生活方式的自然改变，可能会主动远离戏剧性的人际关系，减少不必要的社交活动，更多的关注能带来内在平静的事物。这些改变不是刻意为之，而是内在觉醒的自然结果。自我的放下。投资顾问 David 曾经为自己完美主义的性格感到自豪，总是要求每件事都要做到最好。但在灵性觉醒的过程中，他开始意识到这种执着反而成为了自己的枷锁。放下自我，不是放弃追求卓越，而是释放对结果的执着。这种放下往往从小事开始，不再为别人的评价而困扰，不再执着于事情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，能够以更开放的心态接受不同的可能性。就像一个紧握的拳头慢慢松开，我们会发现原来手心里可以容纳更多的东西。这个过程可能会带来一些不适应，毕竟我们习惯了用自我认同来定义自己。但随着放下的深入，
我们反而获得了更大的自由。就像放下重担的旅人，反而能走得更远。这种放下不是否定自我，而是扩展了自我的边界，让我们能够以更包容的心态面对生活。直觉的增强。医生 Sarah 发现自己越来越能准确预感到病人的病情发展。这种直觉的增强不是玄学，而是我们内在智慧的觉醒。直觉就像是一个内置的导航系统，在理性思维之前就给出明确的指引。这种增强的直觉可能表现在各个方面，预感某个决定的后果，感知他人的真实意图，或是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。有趣的是，这些直觉往往超越了逻辑推理，却在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。这就像我们体内有一个更高级的智能系统在运作，它能看到表象之下的真相。关键是学会信任这种直觉，同时保持理性的分析能力。这两者不是对立的，而是互补的关系。直觉告诉我们是什么，理性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。随着觉醒的深入，这两种能力会逐渐融合，形成更高层次的智慧。同步现象。作家 Jennifer 注意到，当他在思考某个问题时，答案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，可能是一本随手翻开的书，一段偶然听到的对话，或是一个突然出现的标志。这种同步性不是简单的巧合，而是宇宙给予的指引。同步现象就像是宇宙在跟我们玩的一场寻宝游戏，当我们保持开放和觉察的状态时，这些有意义的巧合就会不断出现。它们可能是对我们当前困惑的回应，对未来道路的提示，或是对某个选择的确认。重要的是保持觉察，同时不要过度解读这些现象。它们是生命之流的自然展现，而不是需要强求的东西。当我们越是放松，越是信任，这些同步性就会越发明显，成为我们灵性旅程中的温柔指引。亲近自然。环境顾问 Rachel 从小生活在城市，但最近她发现自己对大自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渴望。每当工作压力大时，他会不自觉地想要去海边散步，或是在森林里徒步。这种对自然的向往不仅仅是简单的休闲需求，而是灵魂深处的呼唤。大自然有一种独特的治愈力量，它能让我们重新找到与生命的连接。在自然环境中，我们的心跳会不自觉地放慢，呼吸变得更加深沉，思维也会变得更加清晰。这不是偶然的，而是我们的生命本能在苏醒，回归到最原始的和谐状态。这种与自然的连结可能表现为对植物的关心，对动物的怜爱，甚至是对天气变化的敏感。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不是自然的局外人，而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这种认知不仅带来心灵的慰藉，更能帮助我们在现代生活中找到平衡点。知识渴求。银行经理 Marcus 发现自己的阅读兴趣发生了巨大变化。以前专注于财经资讯的他，现在对哲学、心理学、量子物理等领域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。这种对知识的渴求不是为了考试或晋升，而是源于对真相的真诚探索。这种求知欲往往表现为对多个领域的广泛兴趣，特别是那些能够解释生命本质的学科。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同时阅读科学著作和灵性书籍，试图在不同知识体系中寻找共同的真理。这种学习不再是被动的接收，而是主动的探索和整合。有趣的是，这种学习往往具有很强的选择性，仿佛有一个内在的指南针在指引我们需要学习什么。那些真正能触动内心的知识
会自然而然地吸引我们，而那些表面的信息则会自动被过滤掉。人际关系进化。市场经理 Sophia 注意到自己的社交圈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，一些长期的友谊自然淡去，而新的更有共鸣的关系开始形成。这种人际关系的进化不是刻意为之，而是内在成长的自然结果。就像给花园除草一样，这个过程可能会让人感到不适，但它是必要的。那些不再适合我们能量频率的关系会自然疏远，而那些能够支持我们成长的关系会更加紧密。这不意味着我们要主动切断任何关系，而是要学会在关系中保持真实和界限。这种进化通常伴随着更深层的理解，每段关系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和教导，即使是那些看似负面的关系，也为我们的成长做出了贡献。随着觉知的提升，我们能够以更大的智慧和慈悲来处理人际关系。当下临在。瑜伽老师 Kate 曾经总是在规划未来，担心过去，直到一次深刻的体验改变了他。当他全神贯注地看着一片树叶随风飘落时，时间仿佛静止了，他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当下的力量。这种对当下的深度临在，是灵性觉醒中最珍贵的礼物之一。当下临在不是一个概念，而是一种生活状态。它意味着完全地活在此时此刻，不被过去的记忆困扰，也不被未来的期待拉扯。这种状态可能在喝一杯茶时出现，可能在散步时降临，甚至可能在处理日常事务时自然发生。重要的不是在做什么，而是我们是否真正的在场。这种临在带来的不仅是平静，更是一种深刻的自由感。当我们真正的活在当下，会发现大部分的烦恼都来自对过去的执着或对未来的焦虑。而当我们完全的临在时，这些负担自然消融，留下的是纯粹的存在之喜。生命连结。环保工作者 James 在一次徒步中突然感受到了与周围所有生命的深层连接。树木不再只是风景，昆虫不再只是小生物，他感受到了生命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都在脉动，都在讲述着同一个故事。这种与所有生命的深层连结，标志着灵性觉醒的一个重要维度。这种连结感不仅限于自然界，还包括与他人的深层共振。我们开始意识到，表面上的分离只是一种错觉，在更深的层面上，所有生命都是相互关联的。这种认知不是理论上的理解，而是一种直接的、体验性的觉知。最美妙的是，这种连结感会自然地转化为行动。当我们真正感受到与所有生命的联系时，善待他人、保护环境就不再是道德要求，而是内在的自然选择。这种觉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和有意义，因为我们不再是孤立的个体，而是生命之网中相互依存的一部分。这种生命连结的体验，最终会带领我们理解到一个深刻的真理：我们所追求的爱、和平与幸福，其实一直都在那里。当我们放下分离的错觉，敞开心扉去感受与所有生命的连结时，我们就能真正地活出生命的圆满。在这个层面上，灵性觉醒不再是个人的追求，而是对整体生命的觉醒与回归。走上灵性觉醒之路，就像踏上一段未知的探险。这条路上有喜悦和顿悟，但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挑战。了解这些挑战，并掌握应对的方法，能让我们的觉醒之旅更加顺畅。首要的挑战往往来自内心的恐惧和怀疑。当我们开始经历前所未有的体验时，
理性思维可能会产生强烈的抵触，我是不是疯了？这些体验是真实的吗？这些疑问会不断出现。面对这种情况，重要的是保持开放和接纳的态度，同时不要完全放弃理性的分辨能力。可以通过写日记的方式记录这些体验，既能帮助我们保持清醒的觉察，也能在日后回顾时获得更多洞见。另一个常见的挑战是与周围环境的不协调感。当我们的意识开始提升，可能会发现自己与原有的社交圈产生了距离，甚至在工作和家庭关系中感到格格不入。这时候需要记住，真正的灵性觉醒不是逃离现实，而是更好地融入生活。可以尝试找到一个平衡点，既保持自己的觉醒状态，又不让它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关系。在实践层面，以下几个日常休息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挑战。一、建立晨间仪式，每天醒来后花10至15分钟进行冥想或深呼吸，这能帮助我们保持清晰的意识状态。二、正念练习，在日常活动中保持觉察，比如吃饭时专注于味觉体验，走路时感受脚步的触感。三、自然疗愈，定期亲近自然，可以是简单的散步或者更长时间的户外活动。四、能量管理，学会觉察和平衡自己的能量状态，需要时给自己足够的独处时间。在与身边人相处时，保持真诚，但不强加己见尤为重要。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或接受灵性觉醒，这是完全正常的。我们可以用对方能理解的语言交流，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和节奏，以行动而不是言语来展现改变，保持开放和包容的心态。灵性觉醒不仅仅是个人意识的提升，它还代表着人类集体意识进化的一个重要阶段。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醒，这绝非偶然。这是生命本身对当前人类处境的一种回应和调试。从个人层面来看，灵性觉醒带来的转变是深远的。它不仅帮助我们摆脱了限制性的思维模式，更让我们找到了真正的自由和喜悦。当我们不再被恐惧和执着所束缚，生活自然会展现出它的美好和丰富。这种转变不是逃避现实，而是以更高的视角和更大的智慧来面对生活。从社会层面来看，每一个觉醒的个体都像一盏明灯，能够以自己的方式照亮周围。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醒，这种集体意识的提升将会带来深刻的社会变革。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变化的征兆，更多人开始关注环境保护，更多人开始追求内在的成长，更多人开始重视心灵的和谐。展望未来，灵性觉醒将继续在人类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。它不是要取代科技进步或物质发展，而是要帮助我们找到一个更平衡的发展方式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这场转变的参与者和见证者。最后要强调的是，灵性觉醒不是终点，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。它就像一场永无止境的探险，每一步都充满了新的发现和成长的机会。在这条路上，我们既是学习者，也是创造者。每个人的觉醒之路都是独特的，都在为人类的集体意识添加新的色彩和维度。让我们以开放和勇敢的心继续这趟旅程，相信每一个当下都是新的开始，每一次觉醒都是向着更美好的可能性迈进的一步。如果你认为这个信息值得分享，请将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和家人。你永远不知道
这可能会如何积极地影响某人的生活？在下方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想法。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内容，别忘了点赞，这有助于更多人发现这个视频。记住，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能产生巨大的影响。你的支持不仅帮助我们继续创作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帮助我们将这些可能改变生活的概念传播给更多需要的人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